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第一条是，三星展示技术升级，以吸引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商，争取在代工市场追赶台积电，并计划在2028年将人工智能相关收入提高9倍。让我们关注，因合约纠纷退出内森吃热狗大赛的16届冠军乔伊·切斯纳特将在 Netflix 直播比赛中与劲敌小林尊对决，比赛定于9月2日举行。接下来，受美联储不降息的影响，油价下跌，美国原油和燃料库存充裕，加剧了市场的压力。下一条，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访问新西兰，重点关注经贸合作和南太平洋安全问题。新西兰寻求在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的同时，探索其他出口市场，并可能就加入美英澳3国安全协议 AUKUS 与中国进行坦诚讨论。接下来，5月份澳大利亚新增就业人数超过预期，就业率小幅下降，显示出劳动力市场在高利率和疲软的消费者需求面前保持韧性。下面这条，美债交易员大幅加仓，降息压住，即使美联储发出反对声音，也无法动摇他们的信念。会议后，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显示，关键通胀指标降至3年来最低水平，债券收益率大幅下降，股市上涨。让我们关注，谷歌与 NV Energy 合作，在其内华达数据中心利用先进地热电能，在未来6年将无碳地热电能注入本地电网的用量从 3.5 兆瓦增加到115兆瓦。接下来，澳大利亚政府应公布价值超过200万澳元的所有咨询合同，并要求提供商必须符合公众利益。政府还应建立咨询公司的利益冲突公开登记册，并修改不适用于公司法和监管机构的大型合伙制组织的规则。接下来，韩国将加重非法卖空惩罚，表明禁令将延长至明年3月末。下面这条，受日本股市下跌影响，亚洲股市回吐早盘涨幅，日央行利息决议发布在即，日元相对多数货币走强。下一条，参议院通过2名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 FERC 新成员，并将于周4对第3名成员进行投票。这意味着，即使拜登在11月选举中失利，民主党在 FERC 的影响力仍将持续到他的第1个任期之后。FERC 批准了一项长期期待的规则，使可再生能源更容易输送到电网。这是拜登到2050年在全经济范围内消除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的关键部分。接下来这条，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反补贴税，引发中国准备对欧盟乳制品和猪肉进口进行调查，可能导致贸易中断。欧盟是仅次于新西兰的第2大中国乳制品来源国，而荷兰、法国、德国、爱尔兰和丹麦的乳制品行业受中国市场影响最大。下一条，阿根廷参议院正在对总统哈维尔·米莱提出的削减支出和扩大自身权力的计划进行逐条表决，该计划已在参议院获得初步批准。最后为您播报的是，国际投资者购买印度政府债券以搭乘其进入旗舰债务指标顺风车的可能性很大。根据花旗集团首席本地交易员的说法，他们可能仍将投资，而不会迅速获利。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